今天这家螃蟹店是真的太渴了，对我们这种不怎么吃螃蟹的人来说，这家店可以说是刷新了三观。我们是在神户出差的时候发现的这家店，就想感叹一下，不愧是海边的城市啊，海产真的是太绝了。好，哎，所以今天就来一起吃个螃蟹，又到吃螃蟹的季节。走。这种店就是在日本很常见的海蟹专门店。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はないですけど、2名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哎，这家看样子还比较老字号，那老店的规矩肯定是要脱鞋。不过说句题外话哈，这家店的女服务员颜值是不是都比较高？ここのなんか中国人のお客さんが多いですか？最近。あんまりいないです。算了，强行搭讪还是有点尴尬，我们还是乖乖吃饭吧。你还能带一小。哎，不说废话，开始第一个前菜，它是帝王蟹的腿，下面再加了一个炸面包，炸面包的油香已经进到了蟹肉里面。第二个前菜是凉拌煮的金枪鱼肉，金枪鱼煮了之后就像鸡胸肉一样柴，不是很习惯这种做法。第三个前菜是红薯配带鱼，这个红薯微甜还有点脆，这坨黑乎乎的就是腌制的甜带鱼，那个带鱼的腥味还挺上头。下一个前菜是蟹肉豆腐，我还以为它是蒸蛋，结果就真的只是豆腐，感觉自己像是在吃蟹肉龟苓膏。接着是我们的第一个主菜，然后它下面那个盘子非常的烫，里面装的是一碗芝士蟹肉，真的是打开盖子就能闻到那个烤芝士的味道。下面是两坨很完整的蟹腿肉，然后你一定要挖一大口那个芝士，这个芝士不甜，而且它里面还加了有陈皮跟水果玉米，所以你吃完一整份都不会觉得腻，特别是那个烤芝士边边太香了，这个菜单独给10分都没有问题。接着上来一盘冷蟹肉，冲淡一下我们的芝士味啊，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之一，蟹肉刺身，这太奇葩了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蟹肉长这个样子，掰开之后里面居然是一条一条的，甚至觉得有点恶心，但据说这个味道很好。吃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蟹肉的咸味特别的浓郁，就是前所未有的浓郁，可能这就是生肉的魅力，但是肉确实是很多，你就当是在吃生鱼片吧。然后是一份铁板帝王蟹，因为是烤的，所以壳肉已经分离了，吃起来就比较方便。感叹一下，蟹还是要烤的才好吃啊，那种蟹皮焦脆的感觉特别的上头，而且帝王蟹的肉真的好多，啃下去一口全是肉。然后又上了一份冰蟹，就是用来重置你味觉的。每次要衔接下一个主菜的时候就会给你上这个，下一个主菜是这个炭烤松叶蟹。松叶蟹的肉会比较少，就是比较苗条嘛，但是它的肉会比较紧实一点，就你吃起来会觉得更嫩，而且那个独特的炭火香气我真的很喜欢。然后我们的下一个重量级主菜就是这个超彗星碎石无敌巨肉爪啊，名字是我随便取的，太大了这个也，哇，这就是蟹肉的天花板。就是它这个肉是韧的，应该是因为肉的密度很高，所以嚼起来就是弹的。爪子的肉真的会比腿上的肉好吃，你还可以蘸一点这个天妇罗汁，又是另一番体验。然后尖端部分里面也有很多肉，记得用勺子把它挖出来。最后的主食是这个寿司，把蟹肉取下来，单独蘸一下酱油，再放回去，吃一口你就会发现，终于知道为什么寿司店没有卖蟹肉寿司了，因为这个味道真的很不搭。非常勉强，还好最后的甜品我特别喜欢，乍一看还以为是清补凉，然而神户怎么可能会有清补凉？它是酸奶加水果，不过仍然很好吃。这家店总的来说还是让我大吃一惊，胃真的是被蟹肉填满了，感觉吃了很多种花样，特别的满足。阿基推荐指数19.5分，嘿，卡玩意儿。今天的这锅鹿肉还是有点厉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你们都知道一餐就是意义不明的餐厅。哎，虽然我已经在日本踩了很多意餐的坑了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它。哎，今天终于找到了一家好吃的，它是意大利的一个地方料理，但不是什么地中海料理哈。这样吃是香的。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它什么样子啊！餐厅还挺好看的，这个应该就是今天我们的包间。啊，好像是厕所。cos 选了他们家最贵的，因为这个 cos 选的全是比较好的肉。今天加甜品总共是7个菜，6个都是肉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第一个前菜是鸡肝面包片，就是他把鸡肝磨得特别细之后，再铺到了烤的面包片上面。超腥，鸡肝泥那个绵密的口感加上薯片一样的面包，虽然确实很好吃，但是真的好骚啊。第二个菜是金枪鱼的脸颊肉，就是秋头的那个位置，它用的小白菜的叶子当勺子。等一下，这玩意儿可以吃吗？不过它吃起来是没有一点鱼腥味的，可能是因为里面的黑松露盖住了鱼味吧。这个比刚才那个好吃，感觉自己像在嚼一堆猪肉。然后今天的第一个主菜是这个，它是烤的金枪鱼尾肉，就是金枪鱼活动最多的那个地方，所以它吃起来会比普通的更有劲道。我还是第一次吃烤的金枪鱼，然后服务员会帮你把中间的骨头剔了，而且它这个是用木柴烤的，这个味道特别的像烧烤，皮都已经烤成了焦脆的那种。我吃的时候就发现靠近皮的那一侧油特别多，吃起来特别爽，就突然想起了乐山的油炸串串，觉得腻了就可以吃一坨小番茄。好了，下个菜还是个硬菜，它叫星火牛肉，其实就是木柴烤的牛排，下面还配了一根烤黄瓜。这个好吃的点是它的牛肉上面挂了2坨肥肉，我刚好就是那种最喜欢吃肥肉的人。切开之后里面就是这个样子，有油的才香。下一个主菜终于不是纯肉了，腌猪肉意大利面。上面那个酱是洋葱番茄炖的那个猪肉，就是特别的香甜，而且味道很大，所以它用的是那种急粗面，这个面像乌冬一样，嚼起来也很爽。来一口，它这个料是香的，这个面要是再软一点就好了。我也觉得。
好的，最后一个菜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！前面的菜都是为了这个菜铺垫的。蘑菇烧鹿肉，北海道养殖的鹿肉。服务员在翻锅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那个鹿肉扑鼻而来，就鹿肉的这种药材味真的很上头，就它是一股木质的香味，然后搭配上蘑菇炖出来的那个汁，一口下去我真的子孙满堂，我趾高气扬。哎，单鸭还是蒜鸭？你要把这个平菇跟鹿肉加在一块儿吃的话，又是另一个味道。哦。我想精准还原一下鹿肉的口感，就是比猪肉更加像鸡肉，又比鸡肉更像猪肉的那种嫩滑的口感。当然还是要取决于烹饪方式哈。总的来说，这一个菜是可以单独给10分的。最后的甜品是蜜桃冰淇淋，这个甜品非常的一般，但它这个盘子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还发现了我们国内的盘子。他看到我在夸他们的盘子，他就直接把他们店里所有的那个小盘子都端过来了。这个设计感还是很好的，陶瓷还是我们强啊，牛逼！阿杰推荐指数8.5分。卡我样，时隔了整整2个月，我总算是吃到了家满分推荐的店铺，而且它还是那种怀石关东煮，是不是感觉听起来就很装逼？那我们作为东京的关东煮杀手，那肯定是要来看一下，它要是不好吃，这个米其林绝对是假的。关东煮拼的就是这个汤，其实巨鲜。这家店在东京的麻布十番，就是也算是日本的一个富人区了。然后我就很好奇，这个地方的房租能有多贵？我们随便去找家不动产看看。22万、24万，基本上房租就是我家的3倍，这也可以的。我们还是吃饭吧。店里还有什么菜都是写在了这条纸上，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这家店的前菜巨多，第一盘是5、6、7、8种小菜，这真的太怀石了，一点都不像是来吃关东煮的感觉。最左边是一个小虾和一个栗子，这就是标准的秋天的甜味。然后是一小碗松果芝麻酱，松果还是炒了一下的那种，还可以。然后是一坨好像是竹夹鱼寿司，有点腥啊。还有一碗传统时蔬小沙拉，然后这一碗我特别喜欢，它是蟹肉鸡腿菇，微微咸的松叶蟹，这前菜挺高级。这就是我们的刺身了，这虽然是1人份儿，但这肉也太多了吧。第一个尝尝这个梅子酱鱿鱼腿，这个我觉得蘸一丁点酱油就可以了，肉还是脆的，这个是我的爱。旁边是2片鲷鱼，这个萝卜怎么切得像隐形眼镜一样？这个还是蘸一点酱油吧，不然你会觉得你在嚼空气。然后是一个扇贝肉，但是把它从中间切开，加了一片薄薄的柠檬，我感觉终于有人懂我了。扇贝肉那么腻，早该这样做了。旁边是2坨看成色就知道很高级的金枪鱼，然后这个黄色的我一直以为是葱，他们是韭黄，这2真的太配了，姐妹们，中日结合呀。最后2片是红干鱼，就是肉质比较弹牙的那种鱼，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鱼做的寿司。吃完之后就上了一个锅，这个是用来涮海鳗的，这个还挺高级。大家说这个菜的难点其实在于要先烫皮再烫肉，其实还挺难操作的，因为海鳗的肉虽然比河鳗嫩，但是它的皮更硬，所以得先把皮煮软。吃这个的时候可以蘸一点梅子酱，这个好吃，这个真好吃。涮完这个之后就是我们店的西京烧了，它其实是烤的一块金目雕，然后泡在关东煮的汤里面，就这种炭烤的鱼又吸收了鸡汤的鲜味，所以味觉体验很丰富。吃完这个，终于到了我们店的主菜。第一个关东煮就是王牌大羹，这里居然是一个菜一个盘子的端上来，不愧是米其林关东煮啊！上面撒的是木鱼、葱、山药丝，还有黑胡椒粉。你就承认吧，这个真的比便利店的好吃太多了。就吸水量，太像了我的妈！然后下一份是包菜卷肉，里面裹的是那种肉粒很粗的火腿，甚至都有点嚼头了。哇！而且这一份关东煮的汤汁特别好，我想问他单独要一碗那个关东煮的汤。然后是一份鸡蛋，它是已经帮你把黄芥末放到了鸡蛋的边上。对，是。下一个是牛筋，其实这个菜并不是关东煮的，这是关西煮的菜，所以它是单独一个锅煮的这一碗牛筋。你们看这个牛筋 Q 弹的程度。哦。一点点柠檬的香味，加上牛筋脂肪的味道，然后这种味道在你的嘴巴里到处弹，这应该是最好吃的。最后是一份鸡肉丸子，其实还有很多菜我只是没拍，只挑了4个我最喜欢的。鸡肉丸子嘛，面粉和胡椒的比例刚刚好，这个也是 Q 弹的，当然里面肯定是有些脆骨的。最后的主食就是一碗汤泡饭，关东煮的汤就是咸菜一块吃，非常的接地气。甜品是红豆沙糕，加一碗苦到死的抹茶，完美的落幕啊！这家店真的是太让我惊喜了，不知不觉中就把它吹爆了。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下周再来啊，卡维尔。